姐夫，你去看萨满了吗？对，我第一天就去看了，而且那一天我去看的时候，戏院我是包场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人跟你一起看。对，是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电影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很，因为它是慢慢的是口碑慢慢发酵起来，变得很卖做冠军嘛。对。但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，所以就是没有人知道它有这么好看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就去看了。但是我觉得《萨满》这个电影是我今年最想看的电影之一。真假的？对。好，结果好，你看完那一天看完之后，我就发了一篇文嘛。你有看到吗？我当然，对。因为第一个场景出来的时候，我一整个就是吓到了。是怎么样？熟悉吗？我不是熟悉，是根本亲身经历过。就是我们对，就是第一个那个萨满的那个房间有没有？那我们要先说啦，这个片名叫萨满，其实有点不太对，因为萨满算是韩国的。就是韩国的称呼，对不对？他用韩文的话叫萨满，那你觉得应该叫什么？因为在泰文或者是英文的那个翻译的话，它叫 The Medium， 那就是灵媒的意思。灵媒的意思。哦，我懂了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如果叫灵媒的话，会更贴切。对，就会 OK。对，那这就让我想起，就是我很多年之前就去那个泰国嘛。同学招待嘛，然后请灵媒帮我们祈福这样子。他说是祈福，你确定是祈福吗？因为我有跟他说，因为泰国真的是不能那个神不能乱拜，我说不要去降头哦，不用都不要，就是祈，他就说祈福，好，我们就去了。好，那去的地方呢，刚好就是泰国的乡下。相信去过泰国的人都会知道说，那个泰国的乡下就是。就是房子破破的，街道脏脏的，然后可能路边有一些小的那个小神坛。对，为什么？我就觉得每一个路边都会隔个3步5步就会有一个那个像泰国的土地公吧，我想好像是这样。对。好，然后在我们去那个灵媒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就会觉得那个场景就是像那个海报里面的。就是堆满了鲜花哦，就是很像山一样的堆满了鲜花。真的吗？尤其是对，尤其是那个灵媒的样子，也是让我想说，哇，真是太考究了。因为我那时候遇到的那个灵媒就是很胖，是很胖壮壮的。你说就像电影对，就像电影头发短短的这样子，对，也是有点脏脏的这样子。所以它很写实哎。那时候我跟朋友去嘛，对。那其实我们先讲到说，那时候我不晓得要祈求什么，不知道，所以说我们就好吧，就祈求那个事业顺利。OK。对，然后他就是念了一下咒语，对，最后的时候就拿了那个金箔，有没有？金箔就涂一涂，涂在3观吗？3观就是。额头啊什么？对，没有，还有身上，身体也。然后就是让那个金箔融入到身体里面去。哦。最后一个金箔你知道在哪里？在哪？嘴巴里。你要吃进去吗？对，我要吃进去。其他地方我都觉得还好，但是叫我吃进去那一个 moment 是你有吃进去吗？有吃了哦，不是吃进去它就含就融掉了。对，仪式结束之后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”吃完了才讲，这是真的莫名其妙。好，他说：“为了让这个法力都在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做一件事情。My God， 做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你不能吐痰到马桶里或到小便斗里。”可是我们常常会做的一件事，对，就是把我们讲有痰不要乱吐，刚好有马桶，就刚好上厕所，有些人就会上厕所就吐痰，对。好，他就告诉我不能做这件事情。那我想说这件事情应该还蛮简单的，没想到我第2天就去吐痰。那没想说再去补一片金箔吗？没有，我想完全吐掉。对，可能真的就是那个法力就消失了。真的吗？所以这是没用，所以之后就没用。但是我那朋友就惨了啊！真的吗？所以他也是缠了金箔。那个朋友呢，就是在我们去的时候，他有另外一个特殊请求啦。其实那时候我们被请出外面，就不能，因为比较要隐私一点，对他的特殊请求。OK， 所以你也不知道那种什么。对。但是那出来之后呢，说也奇怪，好，他的
愿望还真实现了。真的吗？对，很特别的愿望，但实现了。对，那有没有要回去还愿之类的？应该去都要还愿啊，像你去四面佛都对啊，因为我一定就说达到了，我们就去还，因为当初求的，你跟他说我就达到了，我就回来谢谢你嘛，这样子。但是后来就没再去了啊，就没有去了。对，那结果，当他达成愿望之后，大概1-2年间吧，其实有一段时间他生病非常严重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然后找不出原因吗？就一直生病。对，也没有什么运不好，就是整个身体是非常的弱这样子。天哪，好可怕哦！也就是说，就是你啊，所以你还是要回去还个愿之类，会不会比较好？其实他没有啊，他没有说你们说如果达到愿望再去啊。可能比较坏心眼的那种愿望比较少，就说比较不 OK 的，违反常理的。对，这个找降头是吗？泰国也很多降头，对，莫名其妙。泰国降头我是没遇过啦。真的吗？我的朋友是有遇过，亲身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所以看萨满特别有感觉，因为他好像就是真实的又呈现在你的前面了。对不对？对，看萨满这个电影，因为后来才知道，就是说这个是泰国的那个鬼影的导演，哦，难怪。但是监制呢是韩国的导演，谁？哪位？叫罗洪珍。哎，好熟啊！他是那个哭声的导演，所以有类似的感觉耶。看哭声，有些人会觉得说看完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他在干嘛，跟萨满的那种感觉是一样，只是在韩国片哭声是一堆人死亡，然后在这边只有那个敏啦，没有后面不是一堆那些都附身了吗？鬼有的没有的都。focus 在敏那个主角，对，所以说两个比较起来的话，其实我觉得韩国的那个哭声会比较像在看电影，是，但是萨满你就觉得它很真实。那到底它是不是真实的故事？我觉这个应该就是编剧编出来的，但是他拍的非常真实。他是用这种写实的手法拍，但是他是编出来的。但基本上，我觉得附身这件事是存在的。我觉得也是存在的，没错。看完萨满啊，就是有人说不好看。对，因为我坐同一个电梯，有个女的就在我前面说什么烂电影，对我好失望。他可能是没有看到一些，例如说一些突然间吓你一跳那种 jump scare 那种感觉。戏里面确实有忽然间会让你吓一跳。它只有一个地方，我知道，就是突然他从镜头跳出来。对，我也是被那个吓死。对，然后饮料都翻了，其他都还好，但是他在你心里的恐惧其实是慢慢形成的。你说回来之后吗？对，就是你再慢慢去想，尤其是你看到他就是慢慢从一个正常人，然后慢慢变得很怪，到慢慢变成很奇怪。其实我觉得，到最后你就去享受那个血腥杀戮就好了。有些人特别喜欢看这种，有没有？像我就蛮喜欢看这种开肠破肚。但是在2/3之前，对，其实你要那种恐惧是很真实的，对，它是慢慢铺陈的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是很真实的恐惧，你会觉得好像可能你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，对，就是可能本来是这样，对，然后慢慢变成有点奇怪，对，然后行为开始有一些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跟他以前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不晓得那个是不是附身，但是《萨满》这个电影，我真的觉得成为我心目中恐怖片的第1名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因为看完之后，被吓到，再看其他的电影，就会觉得它是电影，你就被它整个这个动得好像跟真的一样。你就被吓到了。然后尤其是说，有些人我们看电影有时候是看特效，是啊，但是萨满里面它的特效看不出来在哪里。对，我现在真的在看其他的电影啊，例如说我们在看什么《丽婴房》啊，那种就是电影是丽婴房，对，丽婴房，丽婴房3啊，或者是说什么，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你知道那个。当下是恐怖的而已，但是看完萨满之后，会一直想，泰国的乡下真的，你到每一个地方，你都会觉得它是一个杀人片的场景。我觉得，而且都很像，比如说你去了一个地方，就像《幽魂娜娜》，
对不对？然后你去的地方就像萨满，就是他那个就好像他们拍片好像就是真的在这个地方拍。对，对啊。所以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电影是假的，看其他的电影都会觉得它是假的，对，但看萨满会觉得它是真的。就是到底存不存在？其实我基本上我非常相信有灵媒的存在。你知道灵媒它不是后天，其实老天爷挑选他做灵媒，做一个媒介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是天生注定他要当灵媒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像蔡老师，他是道教的，对，但他天生他就是要来做神鬼之间跟我们人的一个沟通者。他天生带这个天命，可是他也一直抗拒，因为他不想，就不想，因为就是不要嘛，我不要不行吗？不行。那不行，他怎么到最后又变成？对，他会让你逼着你一定要接受。第一个，让你没钱没工作。这有时候没钱没工作会让人家觉得是好，可能就是你不努力，就是你就对。我们如果是铁齿的人，就是说好，就是不努力，就是不努力。那还有，但是莫名其妙的嘛，再来，他会让你一直生病让你意外层出不穷。其实你说的，它也连接到我们在看到萨满这个电影里面，类似这样讲法，就是那个巴扬嘛，他巴扬，对，他本来选择，对他选择妹妹，对，那他本来选择姐姐，但是姐姐不要，就是拒绝，好，然后选择妹妹，对，妹妹本来也不要，但后来开始一些生病啊什么，就只好接受。OK， 他会用尽各种方法让你不得不接受，然后成为他的这个我们讲说代言人、话事人，好，然后就开始帮他工作了，就这样。所以对。因为这种事情真的是比较悬很悬啊，没有啊，就像我们讲说台湾我们民俗的这种乩身，乩身也算是灵媒的一种，乩身就是他附身在你身上，你问他事情，他帮你解答嘛，对，他也是选好的，你今天还不是你是一个凡人，你要去做乩身你就做了，没这回事。对啊，你常常会看到，比如说我们之前合作那个化妆师，对，洛亚。他现在就乩身了，他接受了。你就让我名字讲出来没关系，反正大家都知道。对 ，OK。有人说问我推不推荐这个电影你觉得？你会觉得泰国这个地方就是有点邪门的，它就是对，因为太多传说从那边来了。对，你就会觉得哇，那看的泰国恐怖片其实真的要比其他国家的恐怖片好看多了。对。但是你如果想要去突然间的惊吓，抱歉是没有的。对啊，这部片没有。那你如果会觉得说你很怕那种非常血腥暴力的那个，不是说开肠破肚的那种，对，它只有一点点。对，所以这到底要叫他看什么？对。但是呢，其实在这个里面，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女主角就是那个命啊，对，她表现了很多我们从来在一些恐怖电影上看不到的一些脱序的行为，就是一些对。我有吓到，我其实被吓到，不是因为被它里面的鬼吓到，因为基本上它没有这么好吓人。我被吓到是它有一些脱序行为。对，那些脱序行为，你就是去电影院看，你看了你就会觉得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因为我们是第一天去的嘛，我也根本不知道那个电影到底是怎么样，然后我也不认识里面的所有的演员，他也不认识。这些演员，我就觉得他们是真的演员还是素人？我有这个想法，像这个妹妹。我们想说，就是灵媒本身这个妹妹，她到底是演员，还是她真的她就是一个灵媒？她是邱黎宽，对啊，不是邱宽姐，对不起啊，对，就是她真的蛮像宽姐的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知道我的质疑就是说，她还真的像，但是她到底是真的，她的身份是不是就没有？她是演员啊，对，我知道她演员，但他们选角 casting 真的很厉害。比较一下，我们在看韩国片《哭声》的时候，因为都是大明星在演，所以你就知道是明星演的。对，但他这里面没有一个认识的。对，然后尤其是演敏的那个，那你年轻的那个，对，他是第一次演戏，演的还真好，演的真的很好。对，我是蛮厉害的。对。从这个电影之后，我真的觉得好像真的没有，就是恐怖片可以拍到让你觉得说这么写实，但是里面的鬼
哎，没什么鬼哦，没有鬼啊，一个鬼都没有，没有哦，一个鬼都没有。对，就是这么搞。对，我觉得这才是高招。对。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。就是要包场。没有，现在已经爆满了，现在可能一位难求。对，是啊。OK， 好。